大家好，我是房主任。今年是我第一次参加综艺节目，参加节目的第一件事是选组长。我一眼相中了刘洋，开场30分钟就被王悦给送到待定区去了。就没想到啊，时隔30年，我又一次选错了男人。节目播出以后啊，随之而来的不仅是流量和善意，还有我的前夫。我这个前夫给我是太没有边界感了，给我打电话上来就骂我，你就是在外面玩野了，家里啥事你也不管，就给我骂的哈，那脑袋一懵。我说谁在外面又玩打野了？我说大哥，你给我唠啥呢？咱俩离婚都1年多了。你当那离婚证的红本本是给结婚证做的年审吗？前夫说，那离婚证它就是一张纸，有没有都不影响咱俩的感情。你现在能挣钱了，先把我弟弟家的外债给还了呗，我不在乎名分。我说大哥，离婚的时候你给我可不是这么没有边界感的。我回去拿东西，你这不让我带走，那不让我带走，但是女儿让我带走。我说你可是个农民，农民他是这个世界上最有边界感的人。你家的田挨着我家的田，你要是超过1厘米，那得拼命。不过后来我也想通了啊，30年了，地都是我在种，他根本就没去过，他确实找不到边界在哪里。其实我前夫一开始啊，他也是不同意离婚的，他是30年了过得挺好的，你为什么突然要离婚？我说30年了，是你自己过得挺好的。我说我本来也没想过要离婚，是你每天数落我，逼得我买了副耳机，听到了脱口秀。我这才发现啊，说话能把人逼疯，也能把人逗笑，还能挣钱。所以离婚啊，主要还是得感谢你啊。他说：“那你把我弟弟家的外债还了怎么样？”我说：“我给你买副耳机怎么样？”你也学学脱口秀呢，你还挺会冒犯的。现在我火了之后啊，他老关心我了，每天给我发私信。有人问我说：“你为什么不拉黑他？”我说：“他全平台关注我，我根本拉黑不过来。就他本来是不会上网的，就因为被我拉黑的多了，现在都学会建小号了。以前啊，在家当爷爷当习惯了，现在在小某书上当嬷嬷。搜我的演出信息，关注我的厂牌，截图我的 report。我给他做了30年饭，没想到啊，最后做成了我的私生饭。就上台之前还给我发私信呢，说跟你合影的旁边那个老登是谁？我说是我的新对象，其实是节目嘉宾马东老师。他给我说：“你得感谢我，没我你能写出这么多段子吗？没我你能有今天吗？”我一想也对，我确实不该想没有他的日子，真想都不敢想啊！我睡觉我都睡不踏实，睡着了都得乐醒。我太感谢他了啊！结婚第1年的感觉是啊，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；离婚第1年的感觉是啊，有的人死了他咋还又活了呢？当然了，这只是我的想法啊，我不会这么跟他说话的，
因为我根本就不想跟他说话。离婚前嘛，他每天密切关注的都是别人家的女人；离婚后啊，他每天密切关注的还是别人家的女人。我甚至怀疑，我以前是加了个曹操吗？就这么几个有学问的啊。最近啊，他给我发私信说他真的改了，他要开始努力了，我就开始害怕。他以前开水果店也特别努力，只是特别努力的进水果，但是卖不掉。我说你但凡少努力点啊，那个水果店他还能多开几年。我害怕他太努力了，把我离净身出户留给他的房子赔掉了，再来分我的新房，就忘了告诉大家了啊。我经过我不断的努力，现在我有了自己的房子。接下来的目标，我就是努力的还房钱。新房子装修的时候啊，我问包工头，我说你能不能给我定制一个网红的路牌？你就给我写上，我在我自己的房子里一点都不想你。就等我的新房子装修好了啊，请我的姐妹们来我家做客。就现在啊，我的姐妹们可多了啊。到时候就打一个滴滴站点巴士，把咱姐妹们一大巴一大巴的拉来啊。对，这是个商务，我能挣钱还房钱了啊。没想到吧，滴滴竟然还有大巴，坐着滴滴大巴想咋地就咋地，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就过什么样的生活。谢谢大家，我现在不是房主任，我是房主。大家好，我是房主任。我来自山东临沂的沂蒙山，我是我们村的信息中心主任。这个职位吧，每个村都有。北方叫车老婆蛇，南方叫蛐人儿。主任就是这伙人的头子。我是一个50岁的新人演员，才出道。王月，哎，绝经和退休不会一块来。绝经和出道一块来。之所以来说脱口秀，是因为我去看演出和脱口秀演员互动，网友都说我比演员好笑。剧场老板希望我来讲脱口秀，我就被招安了。我上一个被招安的山东老乡还是宋江呢。我说我不会讲脱口秀，我只会蛐人儿。就我们前院婆媳吵架，东院两口子分家，都是我给造的谣。老板说这就是脱口秀。我说还得是上海人亲民洋气啊。这太能翻了，太狠了。从我们村的田间地头来到了上海，我突然感觉我就是网上说的那种小镇儿造谣家。有人说大姐，你咋什么菜都知道啊？哼，我说我可是信息中心主任。教主，我就说这个梗不好笑吧。
您看天上干什么呀？其实我很犹豫，挺怕到大城市来的。我可是我们村的高端人才，又受欢迎又被需要。我会上网。我们全村的智能家电，洗衣机、有线电视，有问题了都来找我。我是我们村的马斯克。那倒是大城市来了，天天逗别人笑，那不成了马保国了？再说了，那大城市压力多大呀？农村大妈第一次进城务工多难呀！就转身啊，看了看我身边的老公，我觉得我不怕难。和我老公比，大城市的压力算个啥呀？我这个老公啊，是我妈给我选的，身高1.55米，体重95。现在年轻人啊，叫这种很瘦的男人为细狗。我妈在30年前就给我选了条柯基。我这腿是开不动啊。我妈说我大姐一直被家暴，都是因为她找的老公太高太壮了。我爸一看到这个又瘦又小的，说：“哎，这个行啊，这小玩意好啊。”我闺女跟他吃不了亏，他打不动。我俩第一次见面啊，我发现他何止是打不动啊，我感觉他都活不长。他跟我说他175，我说学呀。结婚不到1个月，有一次我老公跟我吵架，就跃跃欲试的要动手，我心中暗喜，还是我妈说的对呀，这要是找个又高又壮的，我肯定吃亏了。没想到啊，我老公是真狗，把他爸叫来了，双拳不敌4手，我就跑回娘家了。我爸一看到我啊，就说什么：“你被那个小玩意打了，你咋不养好了再来呢？这让别人看到多丢人啊！快回去吧。”我说：“爸，我再不来，你就该去吃席了。”那父子俩都进了医院了。过不下去了嘛，但想离婚太难了，父母都不支持。我跟我妈说：“我说妈，他太懒了，我得离婚。”我妈说：“他又不是在外面有女人了，你有什么不能过的？”我说：“妈，他耍钱败家，我得离婚。”我妈说：“他又不是在外面有女人了，你有什么不能过的？”我说：“妈，他在外面有女人了，我得离婚。”我妈说：“他又不是耍钱败家，你有什么不能过的？”我爸更过分，我爸说：“我们家嫁出去的女儿就没有离婚的，家族的名声不能毁在我女儿这里。”我说：“爸，男人家暴不丢人，女人离婚丢人。哼，咱家的名声就是你女儿让柯基给打了，还蹦起来打的。”哎，好难受啊！但他们特别信命。我妈说：“我带你去找个大师算算。”我说：“妈，你这也太迷信了。”大师说吧，我俩过不好，都怨我老公。
我转手就给大师又掏了200。我说加个钟，你给我展开了说说。啊，明明是大师的眼睛看不见。那天我感觉我才是眼瞎的那一个。就这么一过就是30年啊。我现在开始理解我的父母了，我感觉他们就是天生的糊涂，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婚姻，他们甚至连我生日是哪天都记不清。有些事情是我自己后来慢慢想明白的，就比如啊，直到前年我才知道我的生日是4月8号，因为2023年的4月8号，我签约成为了一名脱口秀演员。2024年的4月8号，我带着俩女儿净身出户拿到了离婚证书。2025年的4月8号。什么都没发生。我过了一个平静而又幸福的一天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房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山东的房主任。没想到吧？老太太也是个参赛选手。我是奔着1轮游来的，稀里糊涂的就进到第2轮了。我也是没想到啊，这节目组他竟然没有黑幕。就来说一说我的老家吧。作为一个山东人啊，我在外面被问的最多的竟然是：主任，你们山东真的不让女人上桌吃饭吗？在这儿，我辟个谣，只有唐香玉他们家不让上桌。我们家，我做饭的时候都吃饱了。太讽刺了。我炫的时候还会给自己配上“统一春福备茶，3重备火，口口生香，菜香茶更香”，都这么香了，谁还上桌吃剩菜？其实我老家真的不像大家传的那么重男轻女，只有我家重男轻女。我小时候啊。家里就3间石头和泥巴砌的草房，2个石头砌的破猪圈。我爸打小就给我说，草房和猪圈将来都是我哥哥的。我说爸，那你可得看好了啊，哥哥容易塌房啊。我只有2个女儿，我婆婆说没有儿子的人啊，是不全乎人，就不完整了。离婚的人是半拉人，就是1/2人。我算了一下啊，我是又离婚又没有儿子，我到底还是不是个人啊？我还存不存在啊？我听说薛定谔养的猫是既存在又不存在的。我说哦，原来薛定谔养的是只离婚的母猫啊。我老家，没有儿子的人都不能去参加别人的婚礼。我小时候的结婚啊，我寻思我不能去参加婚礼，我也出点力呀，我就去提前帮着收拾新房去了。这给我婆婆吓的呀，跟在我屁股后面看我都碰了啥了，怕不吉利，拦着我啊，不让我碰新人的床和被子，说我碰了以后我小叔子就会跟我一样，只生女儿不生儿子了。我当时心里想哈。
这生男生女不是他们两口子之间的事儿吗？我的参与度咋那高呢？我是辅助啊。我要是真有那本事，他们不应该歧视我，他们应该供着我。给我惹急了，我把全村的被子给他摸一遍。到时候我们村就是女儿国。我就是女王陛下。越想越生气，这我小叔子以后要是真生了儿子，我不就更受歧视了吗？我就趁着没人注意，摸了他2把被子。别说啊，我小叔子结婚第2年，一胎生了2儿子，我也感到很奇怪。这咋还摸反了呢？难道我的体质跟别人是相反的吗？我要早知道我这么灵哈，我摸的时候就该摸他个10把8把的，让他生10个8个儿子，累死他。嘴上说的硬气，但还是有点心酸的。在我们村啊，原来不仅婚礼不让没有儿子的女人参加，就连村里分的宅基地和墓地，他都没有女人的。就活着我没地位哈，死了还没地方。就我想下去哈，只能蹭男人的。别人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，我都羡慕了。他居然有坟墓。我很痛恨那种重男轻女的观念，但我也想生儿子，我就去找偏方了。我们村里人给我介绍一个大夫，说他的药老灵了，吃上肯定生儿子。我就翻过了好几座山，找到这个大夫，拿了药，刚要走啊，又进来一个患者说：“大夫，你给开点药，俺家兔子拉肚子。”我说什么？我这才知道啊，他是个兽医。就回家的路上啊，我一边翻山，我一边想，你说我好歹也是上过学、读过几年书的人，我怎么就翻不过城建的这座大山呢？兽医开的药，我怎么就不能吃？兔子能吃，我就能吃。我狠起来，连兔子都吃。万一好使呢？第2年我又生了个女儿。其实这些年哈，我看着我婆婆带着我小叔子一家人节衣缩食的给2儿子买房攒彩礼，我心里就偷着乐。没有了，开玩笑的啊，有时候也笑出声。但是在我们村啊，女儿再怎么优秀，还是会受到歧视。哪怕是亲戚之间，她也会攀比。有孙子，她就是王炸。我说我女儿1个月工资1万多，我堂哥说我有孙子。我姐说我女儿在上海买房了，我堂哥说我有孙子。我姐说我也有个孙子，我堂哥说我有3个孙子。我说你累得跟个3孙子似的。我说你要那么多孙子干嘛？你要去移山吗？城建这座大山靠孙子他是搬不走的。我堂哥气的哈，噌的一下就站起来，指着我说：“你连个儿子都没有，你是啥？”我也噌的一下站起来了，我说：“我是女王陛下。”女王陛
是房主任。哎，红了就是好啊。大家好，我是房主任。没想到就进了决赛了。我是个新人，第一轮的时候啊，我的心态很平和，我说我输了正常，我赢了我就赚了。没想到赚得盆满钵满的。更没想到的啊，是那么多的年轻人都走在了我的前面。我现在最大的困难是困。每次节目录制都是从下午开始，凌晨结束，录着录着我就睡着了，有好几次我睡得太死了，给他们都吓着了。是王月掐着我的人中给我掐醒的。凭什么都按照年轻人的时间来？为什么不能按照老年人的时间来？你早上5点半就开始录呗。那年轻人起不来没事儿，那老头老太太能起来啊？让他们来当观众，也不怕他们不来啊，把伴手礼换成鸡蛋就都来了。完全不用熬夜，录到下午4点就散伙，不能耽误接孙子。而且老头老太太吧，还爱传播。节目的传播度它一定广，但传成什么样它不一定。到时候节目吧，他也不怕有什么竞品，谁敢竞争啊？200个老头老太太往地上一躺，什么鹅场？场给你鹅没？我不喜欢吃鸡蛋，但我爱跟风，就是随波逐流，看别人干啥我就干啥。我初中就辍学了，因为我的同学都辍学。在我们村啊，上学它不是第一位的，种地它才是第一位的。一到秋收，老师都在地里，都是地理老师。堕落了，都是这比赛害的。后来嘛，大家都去打工，我也去。我10几岁就参加工作了，在一个砖厂里搬砖。很多脱口秀演员说梦想有一个小时的专场。我干专场都是8小时起步的。大家都去南方打工，我也去，1个月挣300多块钱，给家里寄200多。村里的人都夸我孝顺能干，我感觉这钱是买好评用的。还夸我的爸妈说你看老房家怎么培养的孩子又能干还又不用吃饭。我们一起去的6个女孩子就开始比赛往家里寄钱，就这个月谁寄的最多我们就会高看他一眼，再接济他一口。我父母也让我多寄，说因为好评多的人好嫁人。经过我不懈的努力我是我们村必娶榜的 top 1。当时太湖就在边上嘛，还是免费的，一次都没去过。还好再过2年就能拿到老年证了，也免费。后来我的身边有人结婚，我也结。但结了之后过得并不幸福。我结婚就是想有个自己说了算的地方，结果还真是啥都等我说了算。在他的监督之下我灯泡也会换了，水管也会修了，3轮车也会修了。我当时心里就想早晚有一天把它也修了。甚至有次家里煤气罐泄漏着火了，他非常着急喊我救火。当时那画面非常有爱，我在闹，他在叫。都说婚后感情升温，当时才知道确实燃起来了。
30年了啊，没想到我俩之间还有火花。老公还怪好的啊，啥都喊我，唯独赌博和抽烟不喊我。我说我说的话你要是能听，你就把赌博戒掉吧。其实我也赌博，跟他结婚就是一场赌博，输得老惨了。看着手里的这把烂牌哈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过。我不过了，实在不行我就靠自己，就来说脱口秀了。结果我也没想到啊，我自己这么靠得住。节目播出以后啊，我第一次看网友的评论，我说这都是什么意思呀？女性觉醒。后来我才知道是啥意思啊！其实我也不是觉醒了，我只是没有办法了，真跟他过不下去了。听到他说话啊，我那个心脏就蹦蹦蹦蹦的跳，血压就蹭蹭蹭蹭的升，像极了爱情，但一点没有。所以啊，我这个女性觉醒啊，它不是自然醒，我是被吵醒的。不管是自己醒的也好，自然醒的也好，总归是醒了嘛。正好啊，现在觉少，但是天天这么录节目，我依然还是很困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房主任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山东临沂沂蒙山的房主任。问一下大家啊，大家都有工作吗？有。我也有。适合大妈的工作只有2个啊，脱口秀演员和环卫工人。环卫工那个工作我没保住。你们再不笑，脱口秀演员也要下岗了啊。当脱口秀俱乐部老板邀请我来讲脱口秀。好可爱啊！说实话，很纠结。当时我们村信息中心要选我当下一届的村长的。这个世界谁懂啊？我在50岁面对的人生选择竟然是从政还是从艺。我可是个山东人。我说我们村长每个月工资2600，俱乐部老板说我每个月给你3000。我说其实吧，他钱不钱的无所谓，我就是热爱舞台。我问老板什么是脱口秀，老板说就是站到台上讲讲别人的坏话。我说这不碰到我强项了吗？我有着30年专业造谣和传谣的经验。全国说脱口秀的，谁能说得过我呀？我的第1场演出啊，就演凉了，把我在村里积攒了50年的自信和骄傲击得粉碎。幸亏离家远呀，村里人不知道啊。村里的八卦都是我传的，我不说，没人知道。老板啊照顾我，就让我在俱乐部兼职做客服。他还很贴心的问我，说你敢跟别人说话吗？我说你应该问他敢跟我说话吗？他让我拿个手机啊，在评论在网上卖票和回复评论区消息。有一天啊，在评论区遇到了一个黑粉的网络喷子，就一下子激起了我的斗志。我说我好久没站在村口跟人对骂了呀。但我忽略了一点啊，就现在的小年轻打字速度太快了。
家人们呢？我1分钟才打8个字，我一条骂人的信息没打完，未读信息已经99加了。别说回了，我看我都看不过来，我气得那个直哆嗦，一哆嗦啊，1分钟打3个字。我就好想跟他们来一场线下面对面的实战啊！哪怕他们来的人再多，我骂不过，我还能往地上一躺。我就问他服不服。我一连回怼了好几天，第1天50人，第2天100，第3天200，是我的血压。我感觉我一个人在对战整个互联网。这互联网环境它也太差了，还有我们村头好。我问老板还有别的岗位吗？老板说接电话。我说这不又回到我强项了吗？上岗的第1天就被投诉了，说我态度不好。我说我哪态度不好了？我长这么大一直都是这么接电话的呀。喂，谁啊？老板说大姐呀，你要用夹子音，你要说喂，你好啊。对方打过电话来说这里是脱口秀剧场吗？我说喂，你好啊。对方说我要买票，我说喂，你好啊。又把我投诉了，说我恶心。老板说大姐呀，你继续说下一句啊。我说老板，下一句我夹不住了呀。大城市太难混了，都说当代年轻人吃不了苦，那当代老年人他也吃不了呀。我还是干脆回村算了，回到村里种地吧，老年。直到有一天啊，我信息中心的朋友给我打电话，我拿起手机来就说：“喂，你好。”电话那头传来熟悉的乡音，说：“哎，这是方主任电话吗？”我说：“啊，是我。”我朋友说：“哎娘嘞，这城里人他就是不一样了哈。”我说：“你不懂。”在大城市工作说话他就这样。我朋友说你在城里天天干啥呢？我说我就是接电话回回消息。我朋友说你1个月挣多少钱呀？我当时脑子里的第一个想法是啊，原来问一个在城里打工的人1个月挣多少钱这么招人烦。我一想到啊，要被村里那些7大外甥8大侄女的嘀咕，我那股好强劲就上来了。我说啊，不少挣，1个月2、3万，你来不？我给你介绍介绍。那一刻啊，我感觉是现在的我在劝过去的那个我走出来。第2天我就接到我女儿电话了。我女儿说：“妈，你到底在哪呢？全村的人都在传，你进了诈骗组织了，你快回来吧。”我说：“闺女啊，现在吧，妈妈走的有点远，已经走到比赛的第3轮了。”之前吧。还拿到了1块复活的金牌，就是有点挺不住了。但每一个来大城市打拼的人，在他挺不住的时候，都会想再拼一把，来都来了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房主任。